Hello， 大家好，我是郑郑。一直难产的灵异事件，今天终于给大家带来了。其实郑郑一直都是一个灵学爱好者，所以早期做的大多数都是华伦夫妇的灵异事件。其实就算是我之前做了这么多的灵异事件，也不能准确的说出个所以然来。但世间万物都是有善恶的，在我看来，幽灵并不都是恶鬼，会出来伤害现实中的人。所以今天郑郑要讲的这起灵异事件，也是和幽灵有关的。它出现在一艘叫做三角洲女王号的轮船上面，但从来没有困扰过人们。她就是玛丽格林，是俄亥俄州唯一的女性汽船船长。她一生热爱自己的船长事业，以至于可能从未离开过。下面就跟我一起去寻找三角洲女王号的幽灵。三角洲女王号是美国一艘长285英尺、重1650吨的美国韦伦内河船，可以容纳176名乘客。这艘轮船在历史上巡航构成密西西比河支流的主要河流而闻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艘轮船把受伤的士兵运送到医院，在那之后，它进行了翻新，以用来接纳度假的乘客。1947年，玛丽和丈夫戈登购买了三角洲女王号，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可惜的是，仅仅过了2年，玛丽就在轮船前舱的109号房间内去世了。然而多年来，许多船员都声称碰到了徘徊在三角洲女王号上的幽灵，而幽灵的身份就是已故的玛丽船长。在12月的一个晚上，船上的大副麦克威廉姆斯在船舱铺位上睡着了，突然他听到有人在他耳边说了一声嘘，麦克甚至感觉到了那个人的呼吸。他本来不想起床的，同样的感觉出现了2次，但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检查船上另外80个客舱，除了上了锁的109号房间。就在这时，麦克听到了轰隆隆的声音，以为有人登上了船，便赶紧循声跑去。在声音的源头，他发现了河水从蒸汽船锅炉的进水管中奔流而来。麦克坦言说，如果那天我没有被吵醒，船可能就要被沉没了。我认为有一个人在暗中照顾着三角洲女王号，不只是麦克，其他船员也描述了自己在船上休息室等地方遭遇了幽灵的情景。他们声称看到的是穿着老式连衣裙的妇人，有时穿的是绿色长袍。前三角洲女王号历史学家查理森回忆道，自己刚加入汽船公司后不久，就遇到了这个幽灵，而且连续3个晚上都遇到了。查理森描述说，他瞥见一个穿着1930年代裙子的女人，但当他转身想看清楚的时候，这个女人就凭空消失了，悄无声息。查理森把这件事情报告给游轮船主管，主管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带着他就去看了玛丽格林的肖像。查理森瞬间震惊了，因为自己看到的那个幽灵女人确实就是去世已久的前船长，他的幽灵一直在这艘船上。另外一次幽灵事件是当时新来的乘务长接到了一名客人的电话，听声音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她说自己好像病了，而且感觉很冷，所以乘务长让受过医疗训练的大副麦克去帮助他。但麦克发现客舱是空的，而且看了乘客名单后并没有发现此人，客舱里空无一人。回到乘务长边上的时候，麦克发现乘务长似乎受到了严重的惊吓。据他描述说，有一个老太太透过窗户盯着他看。后来麦克送他回了房间，路过玛丽画像的时候，乘务长发现了画像上的女人竟然就是刚才盯着自己的老太太。但是当乘务长得知这个画像当中的老太太已经死了几十年的时候，就倒吸了一口凉气了，因为实在太像了。然后意外的是，乘务长和大副因此还结缘，最后成为了夫妻。他们一直说很感谢玛丽的灵魂让他们2个人相遇，这一切都是乐于助人的玛丽安排的。三角洲女王号上的幽灵被认为像祖母一样仁慈善良，偶尔碰到危险的时候也会很严厉。她爱这艘船，对船上的人员也呵护有加，一直是船只的守护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已经默认了在历史悠久的三角洲女王号上有一个叫做玛丽的驻船幽灵。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艘船上，想看看玛丽的幽灵是否在三角洲女王号上的甲板上徘徊。美国的一档探索节目叫做幽灵实验室，也对这艘船进行了调查，试图证明或反驳幽灵的存在。在这个传说当中，死者玛丽放不下这艘船，依然保持着联系，她没有恶意，甚至还在守护着她。这些故事是真实的还是后人虚构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超自然事件本身就是带有争议性的，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郑郑觉得玛丽生前一定是个受人尊敬的好船长，她的离世让许多船员都觉得惋惜，以至于大家都相信她的灵魂还在船上，还在守护着大家。所以一旦发生了超自然事件，就会联想到玛丽的灵魂是不是回来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玛丽的幽灵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那喜欢本视频的话，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分享。那我是郑郑，我们下期再见。